对于从尼比鲁远道而来的阿努纳奇工人的不满和抱怨，恩基的心中已经有了些想法，这都源自于生命之谜的进展，那就是用阿努纳奇人的生命模板与地球上特定的生物进行融合，孵化出类似阿努纳奇人的智慧物种。他们是有意识的，而非像机器那般冰冷。恩基称他们为鲁鲁，然后就能把工作托付给他们。了解了恩基的想法后，旁边几神有点愕然，恩利勒有些看不懂他这兄弟了，联想自己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多大的建树，心中就有些不甘。众神就在猜想，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随后，恩基向大家讲述了在阿布祖他发现的一种特别的生物，这种生物能直立行走，前肢可以作为手臂的功能。虽然他们拥有类似阿努纳奇人的生命特征，但他们都非常原始，还没怎么进化，一直过着动物般的生存模式。恩利勒却有些疑惑，在伊甸地区他就没见到过类似的生物。宁玛猜想，说不定他们祖先就是这个样子的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恩基表示，他就知道这伙人对新事物都有些好奇，他已经抓了几只放在生命之屋以进行研究。这些生物被关在一个较大的笼子里，当他们看到阿努纳奇人时，用愤怒、吼叫声来掩饰他们的恐惧。这些存在和阿努纳奇人一样，有雄性和雌性。恩利勒的孙子宁吉什奇达作为恩基的助手，测试了这些存在的生命本质。他们同样有2条缠绕在一起的生命基因，所以可以用阿努纳奇人的基因和这种生物融合，产生出新的将会使用工具的存在，拥有文明以及帮阿努纳奇人干活的能力。恩利勒则表示反对。首先，这样的生物那不跟奴隶一样吗？奴隶制在尼比鲁早已被废除，并且创造权掌握在众生之父的手中。阿努纳奇人已经尝到了打破规则的滋味。恩基不以为意，在他看来，他只是帮助他们更快的进化，而且也不会把他们当成奴隶对待。宁玛则很赞同恩基的意见，奈何恩利勒油盐不进，这不仅违反了星际旅行的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不喜欢，在他心中阿努纳奇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宁玛则劝说，众生之父赋予了阿努纳奇智慧和理解力，如果不是为了充分利用，他为什么要完善我们呢？让阿努纳奇人充满了智慧，拥有理解生命本质的能力，这不就是阿努纳奇的命运吗？这也不是我们的使命吗？尼努尔塔在旁边又添了一把火，正是凭借这种赋予的本质，我们完善了工具、车辆和船只，创造出竞技武器，摧毁山脉，用黄金治愈天空。宁吉什奇达说，我们用智慧创造新的工具，而非奴隶，这正是我们的命运。恩利勒依旧冥顽不灵，命运无疑是无法改变的，从命运开始转动的那刻就已注定，是命运还是运气？这不是现在计较的时候，问题是该怎样解决当下的问题。如果工人们最后都不工作了，那黄金谁来挖？到时候尼比鲁该怎么办呢？于是只好寻求阿努的意见。这次的问题涉及的比较广泛，在尼比鲁新的会议上，学者、长老们争论不断。其实问题已经很明显了，如果尼比鲁都不存在了，那么阿努纳奇文明这些规则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有生存下来，才有资格谈其他的。最后，会议一致决定，既然提出了解决办法，那就全力实行。当然，在此之前，首席官员恩努吉认为，阿布祖的阿努纳奇工人仍然需要继续工作。阿努纳奇工人听到有了解决的办法，只好同意了这个要求。宁玛成了恩基的助手，他们来到林中的一个笼子前，笼子里关着一些可怕的生物。当他们注视着笼子里丑陋的生物时，恩基解释道，将生命的本质进行交叉混合后，就会产生新的物种。在生命之屋，宁吉什奇达解释了生命本质的秘密，以及如何完成不同本质的组合。宁玛认为笼子里的生物很奇怪，而且可怕。其实，这就是恩基让宁玛来帮忙的原因。他们虽然成功地融合了生命本质，但结果却不尽神意。混合后的生物变得更野蛮、可怕，丝毫看不出存在文明的迹象。然后，宁玛与宁吉什奇达一起研究了被编码为科学和文明的圣物神圣公式 M1。
宁玛明白了，生命的本质是通过雄性和雌性的交配传递的，让两股缠绕的基因链条分离并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后代。宁玛提出建议，让一个阿努纳奇雄性和一个两足行走的雌性进行交配，是否可行呢？恩基表示，这个方法已经尝试过了，但无法受孕，说明它们之间有生殖隔离。宁玛思考了一会，说道：“可能需要一点黑科技来混合这些本质，需要通过 MU 中的秘密公式来一点一点地分析我们的本质。”于是，他们让两种生物的本质在水晶容器中受精，然后将受精卵植入一个两足行走的雌性身体中。虽然受精已经完成，但仍然无法自然生产。宁玛及时将杂交体抽了出来，这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它的身体覆盖着毛发，上半部分像地球生物，下半部分像阿努纳奇。于是将它交给了他的母亲，那个两足行走的雌性，照顾它并给它哺乳。这个生物成长得比预期的还要快，但这个生物依旧无法使用工具。于是他们利用 ME 科学公式调整了混合数据，再实验了一次。这一次出生的孩子更像阿努纳奇人，他的外貌非常迷人。虽然他的双手似乎适合握持工具，但这个孩子的感官有很大的缺陷，他的听力不好，视力也在逐渐减退。于是宁玛不得不重新测试了新的混合物。在进行了几次受精后，同时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问题，有的双脚瘫痪，有的生殖器有问题，还有的肺部发育不全。一次次失败让恩基备受打击，宁吉什奇达也有些气馁，只有宁玛依旧在坚持，因为他知道，当他解决了所有出现的问题后，必然会产生完美的生物，他信心满满。恩基觉得问题可能不在混合物、卵子或本质上。他们之前使用的是尼比鲁的水晶容器，作为地球原生生物，可能具有排他性。然后他们用地球的材料，加上金和铜制成了一个陶器容器。宁玛又用阿布祖的粘土制作了一个净化浴缸，重复了之前无比熟练的受精过程，很顺利。他在地球雌性的子宫里开始成长，直到分娩，一个男孩出生了。宁玛用双手抱着这个完美的新生儿，三人的内心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情绪。他们将婴儿交给了他的地球母亲喂养，月复一月，婴儿长成了一个男孩。虽然这个男孩无法说话，但他却能使用工具，双手非常的灵活。很显然，这个男孩依旧有点小瑕疵。恩基再次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在不断的尝试研究中，他们一直没有改变过受精卵的生长体。如果用阿努纳奇雌性的子宫，会不会孕育出完美无缺的存在呢？三人互视了一眼，他们都是搞科研的，当然不能遗漏这样的问题。恩基想让他的妻子宁基试试，宁玛表示拒绝。这种专业的问题怎能让一个非专业的来尝试？这两人怎能无视它的存在呢？一切很顺利，受精卵在宁玛的子宫里安然的成长，分娩的时间比尼比鲁早9个月，比地球晚9个月。这是一个男孩，一出生就哇哇大哭，三人流露出满脸的笑容。宁玛将婴儿拥入怀中，虽然她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但这样一个特殊的孩子让她爱不释手。新生儿的耳朵完好，眼睛明亮，四肢适当，脚在下，手在上。他不像野蛮人一样多毛，头发是深黑色的，皮肤光滑呈暗红色，血液有着阿努纳奇相同的颜色。私密部位却与阿努纳奇的不同，形状很奇怪，前面部分覆盖着毛发。很显然，这是新生物与阿努纳奇的区别。恩基让宁玛给他起个名字，好巧，宁玛说叫亚当吧，意为来自大地的泥土。他们还为小亚当专门制作了一个摇篮。于是亚当成为了原始劳工的模板。宁玛建议将他所管理的城市舒鲁巴克的护理人员带到生命之屋，进行下一轮的受孕。有7位阿努纳奇接受了这项委托，宁吉什奇达把他们记录了下来，分别是宁尼玛、苏兹安娜、宁马达、宁夏尔、宁木格、马木和宁尼吉娜。他们被称为萨苏拉图母亲女神。宁玛准备了7个粘土容器，将亚当的生命本质放入7个容器中，然后宁玛从亚当的私密部位取出了一滴血液，宣布道：“这将是生命的标志。”他在每个容器中都加入了一滴血液，地球的本质和阿努纳奇的本质
将相互融合。随后，宁玛念起了咒语，让天国和地球的两种本质通过血缘关系结合起来吧。受孕过程很顺利，7个地球男性诞生了，他们是7个完美的原始劳工。宁吉17达以为只要让这7个地球男性按顺序的接替工作，就能解决问题了。而恩基则认为7个显然太少了，需要更多的阿努纳奇女英雄来完成这项任务。但问题来了，阿努纳奇的女性因为其生命周期的问题，怀孕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不是说是个女性就能完成的。恩基立马想了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创造出地球女性，再让她们之间自然繁衍。于是宁吉17达修改了 ME 本质的配方，将其调整为雌性。那么这个雌性由谁来孕育呢？宁玛、恩基和宁吉17达相互看着对方。这次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恩基的妻子宁基的身上，而且她也同意了这个决定。她一直都很支持自己的丈夫恩基。不过期间出了一点小意外，虽然宁基受孕了，但分娩的时间却比其他阿努纳奇女性都要长。宁玛不得不进行剖腹手术，将孩子取出来，这是一个女婴。众人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她的耳朵形状良好，四肢齐全，有手和脚，皮肤光滑，没有毛发，像阿努纳奇一样。宁玛将女婴抱在手中，轻轻拍打着她，让女婴哭了出来。其他人不理解宁玛为什么要这样做。宁玛说，这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欢迎她的到来。恩基说道，这是一个存在，而不是一个生物，拥有和我们相似的形象。宁吉什奇达感叹道，她实在是太完美了，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宁基带着温柔和感动说道，就叫提阿马特吧，以构成地球和月球那颗古老的行星为名，意味着生命之母。她将是地球文明人的母亲。按照此法，经过一段时间，又诞生了7个雌性，让他们和之前创造出来的7个雄性自然繁衍，他们的后代又将继续繁殖下去，永无止境。于是他们在林中为这些地球最初的人类建造了住所，而将亚当和提亚马特带到伊甸园，向其他的阿努纳奇族人展示他们的成果。恩利勒在埃利都见到了亚当和提亚马特，勉强表示满意，缓解了之前不满的情绪。恩利勒的妻子宁利尔和儿子尼努尔塔也来到了现场，连恩基的儿子马尔杜克还特地从拉姆赶来见他们。这是一个美丽、美妙、惊人的创造。阿努纳奇族人以后将摆脱辛勤劳作的日子，他们都很赞。但问题是，这些生物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的。阿努纳奇工人们的问题并不能立即得到解决，虽然工人们还是在抱怨，但总的来说相对温和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宁吉什奇达发现了不对，这些地球原始文明人之间虽然有了交配行为，但他们并没有受孕。恩基觉得这可能是将2个物种结合后产生的诅咒。随后他们在舒鲁巴克的治愈之家通过 ME 矩阵仔细观察了亚当和提亚马特的本质。通过对比发现，亚当和提亚马特的基因序列上缺少了繁殖的能力。而此时阿布祖的阿努纳奇正在组织一场新的叛乱，但恩基等人的心思一直在地球人这边，根本没空管其他的事情。这时宁吉什奇达有了主意，果然不愧为老研究员了。他从恩基的肋骨中提取了生命本质，将其插入到亚当的肋骨中，从宁玛的肋骨中提取的生命本质插入到提阿马特的肋骨中。通过这种方法，将阿努纳奇的生命本质添加到了地球原始文明人的生命之树上。随后亚当和提亚马特被送回了伊甸园。恩利勒在花园里遇到了亚当和提亚马特，看着这2个极度类似阿努纳奇人的地球人，他心里产生出了一丝恐惧。恩利勒召见了恩基，表示这一切都不是他的意愿，不应该像创造者一样行事。他之前完全误解了恩基的意思，以为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变而已。恩基试图安抚恩利勒，并解释原计划未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他强调新的方法对于确保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能够成功是必要的，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繁衍后代的种群，而不仅仅是一群劳动力。恩基承认自己在之前的陈述中犯了错误，但他相信宁吉什奇达能够解决现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恩利勒仍然不满，
并争辩说他们不应该干预自然秩序。他认为他们的角色应该局限于监督和指导原始劳动者的发展，而不是直接干预他们的进化道路，认为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会打破行星的平衡。恩基认为恩利勒太过于死板了，这样的干预对于他们现在来说是必要的。如果等他们自然进化，那时候估计尼比鲁星连灰都不剩了。如果没有新的劳动力代替，那些阿努纳奇工人又不干了，结果就是尼比鲁星依旧没有希望。所以现在诞生的新物种不仅让恩基他们履行了自己的任务，还为阿努纳奇创造了一个劳动力，减轻他们的负担。一石二鸟何乐不为？为何总是把自己限制在那些条条框框里面呢？恩利勒看着恩基，他知道他兄弟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在其他人看来，他就是一个胆小、保守、墨守成规的一个领导者。但他只是想让未来的一切都不会偏离预想中太多。如果孕育了一个类似阿努纳奇的新物种，那么未来将不可预见。阿努纳奇会有危险吗？宁玛和宁基会有危险吗？这些看守者们会有危险吗？所有的一切他通通都不知道。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这将会是一场灾难。宁吉什奇达看着恩利勒说道：“爷爷，这件事似乎没什么选择了。在阿努纳奇，一般长辈对于晚辈才会用辈分。宁吉什奇达这样说，就表示他认为这件事没有其他办法了。”宁玛看着一直持反对意见的恩利勒，毕竟这事没对错，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有些不忍道：“我的兄弟，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吗？难道任由尼比鲁陷入毁灭的命运吗？如果一切都没有了，你所坚持的又有什么意义呢？”恩利勒扫视过众人的神情，只好愤然离去。离去时还不忘对众人说：“我不想在伊甸园看见他们。”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毕竟恩利勒才是地球的管理者，很多时候他的态度对于大家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亚当和提阿马特被接到了阿布祖的一个花园中，最终不负众望，他们成功的怀孕了，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恩基等人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或许只有在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受。地球上的事件发展速度比尼比鲁上要快得多，不到一个夏尔的时间，这些新生命就已经开始进行繁衍了。亚当和提阿马特也有了其他的儿子和女儿，大大增加了地球上的人口。在阿布祖，阿努纳奇们终于解脱了工作的束缚。原始的地球工人们不抱怨工作、炎热和尘土这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不发牢骚。他们辛勤工作，对于充足的食物补给表示满意。大量的黄金被送往尼比鲁，尼比鲁大气层的破洞显示出改善的迹象。一切事情正顺利地进行着。没有繁重劳动的阿努纳奇族人也开始享受起了生活，结婚生子，到处游山玩水。恩基和恩利勒的儿子们也有了下一代。尽管他们的生命周期源自尼比鲁，不过地球上时间流速要快得多，阿努纳奇人的孩子们也就成长得更快。南纳尔和宁加勒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分别是伊南娜和沙马什。沙马什在早期也被称为乌图伊为太阳和正义之神。于是地球出生的阿努纳奇人的第三代开始成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改变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地球上的热量依旧在不断增加，雪区开始融化，露出坚硬的表层，植被越来越茂盛，野生动物在陆地上到处游荡。雨水更加猛烈，河流涌动不息，阿努纳奇的住宅需要重新修缮。火山喷发着火焰和硫磺，伴随着大地的颤抖，地球在每一刻都震动着，发出了低吟。而恩利勒在将世界托付给了他的儿子尼尔加尔和儿媳埃雷什基加尔后，自己则跑到尼比鲁基观察天空中的天体去了。他将天体的运动迹象与 ME 进行比对过后，嘴里不禁念叨了句：“扰乱已至，大事不妙啊！”之前一直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恩利勒皱起了那万年不变的眉头。恩基则在阿布祖的最高处建了一个观察点，时刻注意着地球以及所有生物的变化。他是属于那种胆大心细的人，对于之前恩利勒反对的观点，他并不是不在意。其实，在恩基心里，更是喜欢那种对未知的新奇。只有不断变化的事物，才能让人成长得更快。
他喜欢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遇到问题了，没事解决。什么？又出问题了？那还在等什么？解决掉就行了。在拉姆的基站里，马尔杜克向他的父亲恩基视讯抱怨，这星球上的风是越来越大了，风沙刮得他浑身刺痛。他想回地球，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了。垂痕手镯区域的岩石变得极不稳定，地球上硫磺从天空中掉落，无数小行星以暴力方式接近地球，与大气摩擦产生的火焰像一朵朵绚丽的烟花。黑暗在明亮的白昼中降临，邪恶的暴风雨和风暴肆意破坏着。金谷、拉姆和地球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未知灾难。在尼比鲁，智者们提出了备用移民的星球，首先选择的就是太阳家族，地球处于第7位选择目标。不过，这并没有让领导者有好的心情，他们已经在这个星球生活了无数年，无非必要，谁也不想到其他地方去。最后，尼比鲁脱离了他原本的轨迹，迷失在了遥远的宇宙深处。陨石冲击慢慢地停歇了下来，地球和拉姆得到了喘息。此时，离第一次冲击事件已经过去了80夏尔，28.8万年。阿努纳奇人开始巡查这次灾难所造成的影响。比较幸运的是，大多数基础设施都没遭到破坏，开采黄金也没什么问题。尼努尔塔在北方的山谷中发现了燃烧的流动液体，除此之外，还发现了硫磺物和沥青。不过，马尔杜克在拉姆上发现大气层遭到了破坏，严重影响了一级级的生活和工作质量。他要回地球的情绪更加高涨。恩利勒则重新考虑了他以前的计划，并审视了他所规划的城市各方面问题。他认为黄金通过拉姆中间站一次转运会极大地增加风险，不如直接舍弃掉拉姆的中间站。尼努尔塔觉得巴德提比拉城就是最适合成为飞船新起飞点的地方。不过，最终新的起降点设在了伊甸，黄金将直接从地球运到尼比鲁，又从尼比鲁带来供给品和更多的阿努纳奇来进行工作。不过这又出现了问题，地球的引力、大气的密度都比拉姆的高，飞船飞出地球则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而剩下的能量有可能不足以到达尼比鲁。恩基思考了一下，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在月球上建立一个中间基地。阿努采纳了恩基的意见，恩基表示私事公办，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情了。他老早就对这个家伙着迷了，奈何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于是，恩基带上儿子马尔杜克来到了金谷，马尔杜克也由此得到了解脱。金谷的地表上布满了坑坑洼洼、大小不一的陨石坑和洞穴，这些巨大的伤口是天体战斗造成的。在登陆月球时，他们发现如果不戴上雄鹰头盔就无法呼吸，这让马尔杜克否决了可能性。恩基则出声说道：“不要草率，我的儿子，难道你没看到太阳、月亮和地球之间有着多么美妙的联系吗？如果我们留在这里进行仔细研究和分析，通过仪器，我们就可以测量和欣赏宇宙造物主的手笔。”马尔杜克就很轻易地被恩基说服了，他这回还很听他父亲的话。于是他们将飞船作为住所，在那里逗留了1年又1年。他们观察了地球的运动，并计算出1个月的持续时间，测量了地球年的时长，记录了地球和月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线消失的情况。随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木姆和拉姆的运动轨迹。恩基向马尔杜克解释道，拉姆与地球和月球一起构成了太阳的第2个区域。下界水域有6个天体，上界水域也有6个天体，它们位于垂痕手镯的外侧。安沙尔和奇沙尔、阿努和造物主神、小加加、冥王星和尼比鲁总共有12个天体。马尔杜克提出了疑惑，为什么会有7个天体形成一排的情况？这是他们前不久才看见的奇景。不过，恩基并没有回答儿子的这个疑惑。他考虑到这些天体围绕太阳旋转的运动轨迹、地球和月球的位置以及尼比鲁的运动，他将回归之路称为阿努的道路。父子俩观察着星星，恩基从地平线到地平线描绘了12个星座的图像。他又描绘了往返的宇宙航线，将最上面的那条命名为恩利勒之路。与此同时，又设计了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航线。马尔杜克瞄了一眼老爸恩基，咋的？我不配拥有一条？不过被恩基无视了。
在这3条航线中，有组成36个星座的星星，以地球绕太阳运行时的位置为准。恩基向马尔杜克指出了循环的开始、天体时间的测量。他说：“当我来到地球时，我将通向终点的时间命名为双鱼座，遵循我的名字，称之为水的名字。”马尔杜克毫不犹豫拍了一溜马屁。他也想拥有自己的星座，说道：“您的智慧令人着迷，我的父亲。但是在地球和尼比鲁，权力和知识是分开的。”恩基一脸疑惑：“小子，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自己都已经将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你了，说话咋还拐弯抹角的？”原来马尔杜克觉得，当初创造地球文明人的时候，老爸恩基首先想到的是宁玛，尼努尔塔的母亲，然后又让恩利勒的孙子宁吉什奇达做助手。这些关于生死的大智慧，竟然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血脉。看着满脸委屈的马尔杜克，这小子原来是吃醋了。恩基笑着说：“你当时在拉姆担任指挥官，负责很重要的工作，而第一个受孕对象，我想到的就是你母亲。不过宁玛在这上面更有经验些，我们不要用这样的关系来处理问题，这会很麻烦的。”我的儿子。马尔杜克不以为意道：“父亲，你是阿努的长子，而不是恩利勒。然而他却是合法的继承人，这个地方应该属于你的。你是第一个降落并建立埃利都的人。”恩基聆听着马尔杜克的话，脸上满是关切之色。他将手放在马尔杜克的肩膀上，安抚地说道：“我的孩子，不要绝望，你的命运尚未确定，你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知识，你在地球上的任务对于尼比鲁的生存至关重要。至于你的未来，它仍在进行之中。你是王子，出生于尊贵的血统，你的成就和贡献将塑造你的道路。请记住，权力和名望并非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真正定义为伟大的是智慧、怜悯和为他人带去帮助。我们将共同应对前方的挑战。你的旅程并非注定要失败，而是充满了成长和救赎的机会。相信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拥抱你独特的命运，你将找到属于自己的使命。或许冥冥之中就已注定。恩基的这番话并非是为了安抚自己的儿子，而是一颗命运的种子。至于马尔杜克什么时候能理解其中的寓意，就不得而知了。姜果然还是老的辣，恩基的几句话就让马尔杜克得到了安慰和希望。随后他们一同踏上地球任务的下一个阶段。恩基紧紧拥抱着他的儿子，在荒凉的月球上向他许下承诺：“我所失去的将属于你的未来。”恩基和马尔杜克在月球上度过了无数年的时光，丝毫没有回归的迹象。这时恩利勒就非常的矛盾：恩基不在吧，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孤独得很，似乎缺点什么；恩基在吧，他一边觉得心里踏实，一边又觉得对方老是对自己的位置产生威胁。他已经向阿努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他们的行动一直是个谜，不知道他们打算要做什么。在拉姆，一级级们感到焦虑和不安。自从马尔杜克离开后，就没有人来关心过这个地方，这是过河拆桥呢？中间站一直被尘埃风暴影响，没有进行损害评估，每个人都在等待解决方案，但花儿都凋谢无数次了，还没见人来。恩利勒此时正在忙于伊甸园航天港的建设，尼努尔塔则关心自己巴德提比拉的一亩3分地。阿努看不下去了，命令恩基父子俩立即返回。他想听听他们这些年都有什么进展。还好，阿努做了这么多年的国王，心态早已趋于平静，不然他都想骂娘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就带回月球不适合的这么个消息，他都怀疑这父子俩是不是故意摸鱼去了。恩基还是想给儿子马尔杜克争取些工作经验，想让他接手航天站的指挥工作。恩利勒则表示尼努尔塔就很合适，而且这个任务本来就是他的。阿努面无表情，让阿努纳奇第3代的巫徒担任了指挥官，并将这个地方命名为西帕尔，称为鸟城。事实上，阿努还是偏向了恩利勒。巫徒作为恩利勒的孙子，很显然这个地方也成了恩利勒的地盘。于是，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阿努亲自出席了开幕式，拉姆的一级级们和来自各地的阿努纳奇也都在场。伊南娜还献上了一段劲爆的歌舞表演。这是一个盛大的庆典，黄金堆得很高，交付数量很大，艰苦的工作即将结束。
阿努宣布地球上的工作可能会放缓，并且让一些阿努纳奇返回尼比鲁。马尔杜克没有返回拉姆，也没有跟随他的父亲前往伊甸，他想要亲自了解所有的土地，于是他乘坐自己的飞船四处探索。乌图成了一级级的领导者，一部分留在地球上，一部分则在拉姆上。每个人都充满热情地工作着，这是为了尽快回家而做出的最后努力。然而，在阿布祖，阿努纳奇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专心工作，他们认为地球人会取代他们的工作。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各地，伊甸的阿努纳奇也要求更换原始工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接下来的40下里，阿布祖的工作有所减轻，而伊甸却还是老样子。在恩基和恩利勒相互争吵的时候，尼努尔塔带着一支武装部队，趁机到阿布祖捕获了一些地球人，带回了伊甸。恩基很生气，恩利勒更是勃然大怒。当初可是他亲自下令，不得在伊甸看见地球人的。我是在防止新的叛乱。尼努尔塔为自己辩护。在伊甸，捕获来的地球人代替了一部分阿努纳奇们的工作，他们拥有智慧和力量，负责各种任务。地球人繁衍越来越多，但食物的补给就出现问题了，没有谷物，也没有绵羊，只能靠从尼比鲁运来的补给维持。恩利勒又勃然大怒了，最近他的肾腺素标的有点高，动不动就会让心情陷入不爽的状态，自己不爽，那么也不能让其他人爽。尤其是恩基，一点担忧之色都没有。最让恩利勒气愤的是，恩基不时的嘴角还有些笑意，这位兄弟是不是在嘲笑他？还让我想办法，他不知道恩基在笑什么。可恶！恩基对地球人的繁衍感到满意，同时也有些担忧。阿努纳奇们为了逃避工作，渐渐地让地球人成为了他们的仆人，这不是他的初衷。7个夏尔的时间里，阿努纳奇们安居了下来。3个夏尔的时间里，鱼和食物开始短缺，阿努纳奇和地球人开始挨饿。恩基正在心里策划着如何让地球人成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这些新生命的生活环境、工作、娱乐、休息以及繁衍等。恩基与他的宰相伊西穆德分享了他的观察，直到有一天，恩基乘船而行，与2个拥有野性美的地球年轻女人相遇。伊西穆德在旁边诱惑道：“亲吻她们。”与她们相识，恩基给这2位女士提供了田地里的水果和浆果，然后亲吻她们，与她们相识，并将她的生命液体注入到了她们的子宫中，则让伊西穆德留下照顾2个人，让他守口如瓶。经过了第93个季度，2位人类女性生下了2个孩子，并被伊西穆德带到了恩基的住所。宁基充满爱意地接纳了这2个孩子，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男孩被命名为阿达帕，女孩为提提。期间，宁基教导提提，恩基则指导阿达帕。2个孩子学得很快，恩基非常高兴，因为他创造了文明的人类，教会他们驯服羊群、种植庄稼。恩基将这个事情告诉给了他的兄弟恩利勒。恩利勒亲自从尼布鲁基来到了埃利都。恩基解释说，这些生物学习能力很快，能够传授知识和技艺。从尼比鲁带来种子，让他们播种；从尼比鲁带来羊群，让他们在地球各地放养。让我们教导这新一类的地球人农业和畜牧知识。阿努纳奇和地球人将共同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恩利勒感到惊讶，事实上这是难以置信的。随后他决定将这个消息传达给阿努。阿努也感到震惊，一个物种演化成另一个物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从未听说过文明会如此迅速地诞生于某个星球。阿努思索着，如果要进行种植和畜牧，将需要大量的人口，他们是否能够繁殖呢？在埃利都，阿达帕和提提成功地有了后代，提提生下了2个兄弟，他们是双胞胎。阿努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决定将种子和羊群带到地球上，并让提提留在埃利都照料和喂养新生儿，而让阿达帕来尼比鲁一趟。对于父亲的决定，恩利勒并不满意。谁能想到阿努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当阿达帕到达尼比鲁时会发生什么呢？他在宇宙和星星之间旅行，并获得这些知识，然后在尼比鲁饮用长寿之水，食用长寿之食，最后是否变得像阿努纳奇一样？恩基也感到害怕。
阿努的决定让他的脸色变暗，他同意兄弟恩利勒的看法。谁会预料到这样的决定呢？宁玛说：“我们无法改变父亲阿努的决定，既然不能违背阿努的意愿，那么恩基就让宁吉什奇达和杜牧奇德一起去，亲眼看看尼比鲁也挺好。”宁玛表示同意。这两个都是在地球上出生的孩子，他们和尼比鲁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了，或许还有可能在那里找到新娘。于是，一艘来自尼比鲁的飞船抵达了希帕尔。阿努的大臣伊拉布拉特走出飞船并说道：“我是来接地球人阿达帕的。”阿达帕、提提以及他们的儿子卡因和亚伯尔都被叫了出来。伊拉布拉特看着与阿努纳奇非常相似的地球人时，非常的惊讶。恩基介绍了宁吉什奇达和杜牧奇德，并告诉伊拉布拉特他们会陪阿达帕一同前往尼比鲁。我相信阿努会很高兴见到他的孙子们的。伊拉布拉特笑着说道。恩基把阿达帕喊到一边，小声说：“阿达帕，你将要去的地方是我们的母星尼比鲁，在那里，你的爷爷也是当前阿努纳奇的国王。阿努会接待你，在他面前要鞠躬致敬。只说必要的话，回答问题要简洁明了。你会得到新的衣服礼物的，但是请不要碰那里的任何食物，面包、饮料等，不要吃它们，那会对你造成致命的伤害。宁吉什奇达和杜牧奇德会陪你一起去，听从他们的话，不要害怕。”然后恩基又召集了宁吉什奇达和杜牧奇德：“你们将会受到我的父亲国王的接待，应该保持足够的敬仰。不要害怕其他的贵族和王子们，你们与他们是平等的。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将阿达帕安全地带回地球，不要被尼比鲁的诱惑所迷惑。请记住我的话，孩子们。”在道别后，恩基递给宁吉什奇达一块密封的秘密碑文，并说道：“将其秘密地交给我的父亲国王阿努。”三人与伊拉布拉特打了招呼，进入飞船。穿着鹰形头盔的阿达帕恐惧地蜷缩着，感受到飞船的震动。他尖叫了起来，然后地球消失在宇宙浩瀚的虚空中，而尼比鲁出现在了面前。抵达后，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地球上诞生的阿努纳奇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已经到达，让尼比鲁的阿努纳奇们感到非常好奇。在宫殿里，贵族们聚集在一起，王子和谋士们聚集王座厅里。伊拉布拉特带着阿达帕和同行的两个王子走进大厅，他们在阿努面前鞠躬。阿努迎接了他的孙子们，激动地流下眼泪，并亲吻了他们。杜牧奇德坐在他右边，宁吉什奇达坐在他左边。接着，伊拉布拉特给阿努介绍了阿达帕。“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吗？”阿努看着阿达帕问道。伊拉布拉特在一旁回答说：“当然，恩基教过他。过来吧，你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职业？”阿达帕站在国王面前，鞠躬致敬：“我叫阿达帕，恩基大人的仆人。”阿达帕的话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阿努满脸愉悦地说：“我的儿子们在地球上取得了非凡的奇迹，那么我们来一同庆祝他们的成就吧。”于是大家都走向宴会厅，桌上摆满了面包和饮料。阿达帕看着他从未见过的食物，暗自不停地吞咽着口水，但他记得父亲的话。阿努转向阿达帕：“为什么拒绝我们的款待？难道对这些不感兴趣吗？”阿达帕有些拘谨：“我的导师恩基勋爵告诉我，不要吃也不要喝。这个儿子真是个奇葩。”阿努心里暗道。就在这时，宁吉什奇达走近，将石板悄悄地递给了阿努，说道：“答案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阿努回到他的私人房间，打开那个密封的石板，将其插入浏览器，信息展现出来：阿达帕是我与一个地球女子所生的后代。伊拉布拉特理解了恩基的想法以及对于阿达帕命运的影响。经过片刻思考，伊拉布拉特说道：“伟大的阿努大王，看起来阿达帕和他的后代注定要在地球上生活，并履行他们的使命。恩基的只是清楚地表明，他不应该享用天上的面包和饮料，这是一个必须尊重的决定。”阿努在内心仍然矛盾的情况下，承认了伊拉布拉特的话，他决定尊重儿子的意愿和阿达帕及其后代指定的命运。于是，阿努宣布了阿达帕的使命，即承担种植和牧羊的任务，为地球带来丰盛的食物。做出了这个决定后，阿努回到宴会厅，告知其他人
关于启示和阿达帕的命运。庆典继续进行，但对阿达帕及其后代在宏伟计划中的角色有了新的理解。伊拉布拉特解释道：“我们的规定允许有妾室，但对于星际关系并没有明确规定。”阿努将宁吉什奇达召至他的房间。“你知道恩基秘密信息的内容吗？”宁吉什奇达低下头回答道：“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猜测。我测试了阿达帕的生命本质，它与恩基的种子相符合。”阿努对阿达帕与恩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感到有些兴趣，他意识到它们存在的重要性以及对地球未来的潜在影响。伊拉布拉特建议道：“也许是时候重新考虑我们与地球及其居民的关系了。地球人拥有一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的品质和能力。”阿努沉思了这个想法，并决定召开一次阿努纳奇会议，进一步讨论此事。显然，阿达帕及其后代在地球上的存在可能带来知识和进步的新时代。在对此有了新的理解之后，阿努接受了尼比鲁星与地球之间共生关系的概念。阿达帕及其后代的命运将与两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标志着阿努纳奇和地球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后，阿努命令阿达帕立即返回地球，并让宁吉什奇达和恩基成为文明人类的导师。在他们返回的时候，还携带了大量的尼比鲁农作物的种子，而杜牧奇德在逗留了一段时间后，才带着羊群和羊的本质返回地球。在旅途中，宁吉什奇达向阿达帕解释了关于众神、行星以及他所了解的知识。他教会了阿达帕关于月份以及如何计算地球的年份。恩利勒对他们迅速返回的情况感到怀疑，这是在尼比鲁踩了个点就直接回来了。恩基向他们透露了阿达帕的身世。恩利勒又愤怒了起来，这位老兄一天不怒就有点心情不好。你是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但你决定了阿努纳奇和地球人的命运。此时，马尔杜克被他的母亲宁基召回到埃利都，恩基决定对马尔杜克隐瞒真相。马尔杜克对阿达帕和提提有深刻的印象，并很快与双胞胎卡因和亚伯尔建立了亲密关系。让宁吉什奇达教导阿达帕，让我来教导这两个孩子可以吗？马尔杜克问道。恩利勒则不同意，他让马尔杜克教导其中一个，让尼努尔塔教导另一个。于是，宁吉什奇达留在埃利都教导阿达帕和提提，教授他们写作和数字的科学知识。尼努尔塔把卡因接到了自己的地盘巴德提比拉。卡因意为使庄稼在田地中生长的人，教他挖掘灌溉渠道、播种、收割和用树木犁田。马尔杜克接纳了另一个兄弟亚伯尔，意为湿地之人，教他如何建造牲畜圈，以便在杜牧奇德从尼比鲁返回后开始放牧。不久后，杜牧奇德才从尼比鲁带回了4足动物和绵羊的种子，大家聚集在一起，思考如何处理这个新物种。地球上从未出现过绵羊，从未有过山羊产下小羊羔，从未有过羊毛纺织的纺织品。恩基、恩利勒、宁玛和宁吉什奇达决定建一个繁殖室，一个创造之屋，就在雪松山脉的登陆地点山上，靠近宁玛灵丹妙草的种植地。在那里，地球上的谷物开始种植，绵羊开始繁衍。尼努尔塔成为卡因的导师，教他种植和收割。马尔杜克成为亚伯尔的导师，教他有关羔羊繁育和放牧的科学。恩利勒宣布，当迎来第一次丰收和成熟时，我们将举行庆祝仪式。很快，兄弟俩就完成了任务，将谷物和绵羊放在恩基和恩利勒面前。恩利勒毫不吝啬地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祝福。恩基拥抱着亚伯尔，高举着绵羊，食用的肉、穿戴的羊毛已经来到地球上了。旁边，卡因的脸色变得阴沉和悲伤，自己似乎被遗忘了。后来，兄弟俩开始起了争执，认为自己才更有价值。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当夏天来临，大地干涸，没有雨水。亚伯尔带着群羊去卡因的田地里饮水，兄弟之间的争执再次升级。愤怒的卡因拾起一块石头，砸向了亚伯尔的头颅，他失去了理智，不停地砸，直到亚伯尔倒在血泊之中。恢复神智的卡因颤抖了起来，哭喊着：“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我的！”但为时已晚。远在埃利都的提提第一个意识到了不对劲，
那是一种强烈的感觉。提提对阿达帕说：“我的心充满了悲伤，或许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提提的直觉证明是正确的，亚伯尔的生命逝去了。提提的悲伤和直觉暗示了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这个行为的后果将在相关人的内心深处产生深远的共鸣。阿达帕和提提离开了埃利都，来到儿子们所在的地方。他们看到卡因坐在他兄弟的尸体身旁，提提痛苦的尖叫，而阿达帕则向亚伯尔的头上撒了些土。他们对卡因大声喊道：“你做了什么？你都做了些什么？”阿达帕将事情告诉了恩基。恩基终于愤怒了，并对卡因说道：“诅咒！你将被放逐出伊甸，你不能与阿努纳奇和文明的地球人一起生活，还有亲手将你的兄弟亚伯尔埋葬。我会告诉你如何做。”30个日夜过去了，阿达帕和提提仍然痛苦不堪。马尔杜克愤怒地说道：“卡因的行为必须受到死刑的惩罚。”尼努尔塔在一旁起哄：“那让7位审判者来决定。”马尔杜克并不同意，他不是来自尼比鲁的人，不适用我们的律法。马尔杜克很生气，之前尼努尔塔打败了安祖，就让他一直不爽，现在连自己的学生都被杀了。尼努尔塔被马尔杜克的话所伤，恩基则把这个隐藏了很久的秘密告诉给了马尔杜克，如此马尔杜克得知了阿达帕、卡因和亚伯尔兄弟的起源。恩基解释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文明的地球人现在可以自行繁衍后代，卡因也不应该被消灭，否则叛乱将会再次出现，而且我们将没有充足的食物。现在，马尔杜克，请对卡因怜悯一下，不要让阿达帕的血脉断绝。起初，马尔杜克非常愤怒，但后来他笑了。之前就听说了你的风流韵事，当时还以为是假的，现在我明白了，这是真的。虽然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将他驱逐到地球的边缘。因此，卡因和他的妻子阿万被带到了西方。宁吉什奇达改变了卡因的生命精华，卡因因此失去了胡须，使他与阿达帕的其他儿子有所不同。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没有了卡因和亚伯尔，谁来繁殖羊群，提供编织衣物的羊毛呢？谁来耕种土地，获取粮食呢？于是，在第95夏尔，阿达帕和提提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提提给他取名萨提，意为团结之子。之后，他们又生了30个儿子和30个女儿，这样就有了牧羊人和农民。在第97夏尔，恩西出生了，他是萨提和他的妻子阿祖拉的儿子。恩西意味着人类的主人。阿达帕教导了恩西关于阿努纳奇族群以及尼比鲁星的事情，带着他参观了阿努纳奇的各个城市，并知晓了阿努纳奇的所有秘密。南奈尔教授恩西关于香料油的知识，伊什库尔教他如何制作因布果实的精华。从那时起，文明人开始崇拜阿努纳奇，因为他们向人类传授了文明。恩西与他的姐妹诺阿姆生下了一个儿子，他的名字是库宁，陶窑之人。尼努尔塔成为他的导师，库宁在巴德提比拉学习了火、铸造、精炼、石油和沥青的知识，致力于为尼比鲁提炼黄金。不知不觉，过了98夏尔，来到了第99夏尔，马拉鲁诞生了。他是库宁和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穆阿利特的儿子。马拉鲁的意思是玩耍之人。尼努尔塔教他音乐，并赐予他一架竖琴和一把长笛。随后，马拉鲁与邓娜结合，邓娜是他父亲兄弟的女儿，他们生下了伊里德及淡水之人。杜穆奇德教他如何挖井，为牧群提供水源。牧群和少女们聚集在草原上的井旁，婚姻让文明人类的繁衍如火如荼。伊吉吉更是频繁地来到地球玩耍，他们希望留在地球上生活，而不是在风暴肆虐的拉姆上。之后，伊里德遇到了他的妻子巴拉卡，他母亲兄弟的女儿。在第102夏尔，他们的儿子恩基米出生了。恩基米聪慧过人，他能轻而易举地理解数学，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恩基非常喜欢他，并将所有的秘密透露给了他。随后，恩基米又了解了太阳家族和12个天体神的事情，如何用月亮计算月份，用太阳计算年份，以及尼比鲁上夏尔的计算方法。
恩基还向他展示了如何将天空的圆圈分为12部分，如何安排时代，以及在时代中的12位尊敬而伟大的阿努纳奇。之后，恩基米有过2次宇宙航行的体验。在第一次旅行中，是与马尔杜克一起前往月球，马尔杜克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了他。当恩基米返回地球时，从乌图那里学习了祭司的仪式，还得到了一块石板，用来记录所学到的知识。而且，乌图还向恩基米提供了辉煌的住所，就像对待地球的王子一样，真是集万千所爱于一身。后来，在西帕尔，恩基米遇到了他的妻子，同父异母的妹妹埃迪尼。第104个夏尔，恩基米的儿子马图沙尔出生了，他被称为在闪耀的水域中升起的人。马图沙尔出生后，恩基米第2次与马尔杜克一起拜访了位于拉姆的伊吉吉。伊吉吉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地球人，据说恩基米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但在离开之前，他给他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份书面记录，上面记录了太阳家族、地球的各个地区和河流。他将这一切知识托付给了3个儿子马图沙尔、拉吉姆和盖达德。马图沙尔与他的妻子埃德纳特相遇，并生下了一个名叫卢马赫的强大男子。伊吉吉们选择让卢马赫作为他们的领导者。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由于食物配给的减少，让田间和草地上的工人们抱怨不已。在这个时期，第1个文明人阿达帕迎来了他的死亡命运。在临终之际，他将他所有的后代都召集到身边。阿达帕想在离世之前给予他们祝福。当家人们都聚集在了一起，阿达帕没看到卡因，显然有些失落。于是，恩基让尼努尔塔将他的门徒卡因带来。很快，尼努尔塔乘着天空之鸟来到流浪者之地，将卡因带了回来。阿达帕用衰弱的视力扫视了他们的脸，当他注意到卡因没有胡须，而萨提有胡须时，他把右手放在萨提的头上，说：“地球将会充满你的后代，从你的后代中，像一棵有3个枝杈的树一样的人类，将在一次巨大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他将左手放在卡因的头上，说：“因为你的罪孽，你失去了作为长子的权益，但会从你的后代中出现7个国家，然后他们会在遥远的地方发展壮大成一个独立的王国。但因为你用石头杀害了你的兄弟，你的生命也将被一块石头终结。”阿达帕讲完后，他放下了双手，并说：“现在召唤提提，我的妻子，以及我的所有儿子和女儿。当我的灵魂离开我时，把我带到靠近那条河流的地方，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让我面朝东升的太阳。”提提哭泣着跪在阿达帕的身旁。他在第93个夏尔的中间出生，于第108个夏尔的末尾去世。对于一个凡人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生命，但他没有像恩基那样永恒的生命周期。在阿达帕的告别仪式之后，卡因也向他的母亲和兄弟告了别。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为他的儿子和女儿建造了一座城市，但在建造城市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命中注定的厄运，正如他父亲预言所说的那样，被一块石头砸中。随后，卢马赫来到伊甸园为阿努纳奇人服务。在那些日子里，伊吉吉们看到了美丽动人的人类女性，便娶她们为妻。在卢马赫的时代，伊吉吉人开始与地球人通婚，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拉姆星上，尘埃和干旱笼罩着这颗行星，伊吉吉们心神不宁，请求马尔杜克在拉姆星上保留过渡站。尼尔加尔和冥界女王埃蕾什基加尔被指派在纯白之地安装观测仪器，以检测太阳的活动会对地球和拉姆造成的影响。地球的岁月和尼比鲁的夏尔让当初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皇室成员们的身体产生了沉重的负担，他们每个人的面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恩利勒显得疲惫而苍老，他打破了沉默，开口说道：“自从我来到这里，已经过去了100多个夏尔。我曾经是一个优雅的领袖，而现在我是一个有胡须、非常疲倦、年老的人。”众神用奇怪的眼神看向他。你确定不是因为经常愤怒而导致的？恩基咳嗽了一声，转移了大家的视线，说：“我曾经是一个热衷的英雄，愿意领导和冒险。如今，我的孩子们有了孩子们，也有了孩子们。
他们都在地球上出生，而我们变老了，但那些在地球上出生的人将变得更老。宁玛悲伤地说，她被戏称为一只老羊，那个靓丽的女神是一去不复返了呀。恩利勒补充道，其他阿努纳奇人在这段时间里来来去去，而我们作为领导者不得不一直留在这里，也许是时候离开了。恩基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每当他们三姐弟中的任何一个希望回到尼比鲁时，阻碍的话语就会传到他们的耳中。恩利勒充满疑惑的眼神，发生了什么事？地球或尼比鲁上出了什么问题吗？宁玛回答说，这可能与2个星球的生命周期差异有关。于是3人只好等待。不久之后，马尔杜克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问题：父亲恩利勒的儿子都已结婚。尼努尔塔娶了阿努的女儿巴乌，南纳尔娶了我的姐妹宁加勒，伊什库尔娶了莎拉，尼尔加尔通过威胁的手段娶了恩利勒的孙女埃雷什基加尔，而我，你的儿子到现在还是一条单身狗。现在该轮到我了，父亲，我想要一个妻子，我想要选择自己的新娘。看着楚楚可怜的马尔杜克，恩基失笑道，你这孩子不知道你父亲我是个怎样的什么，想结婚就去结。我教给你那么多知识，就是让你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神。虽然你的话让我感到开心，你母亲也会很高兴。随后恩基拍了一下马尔杜克的肩膀，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子？马尔杜克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憋出了话，她是阿达帕的后代，是地球上的人类，也是你的后代，不是来自尼比鲁。恩基无言地看着儿子，咋的，啥事都学我呢？作为尼比鲁的王子，拥有继承人的头衔，你确定要娶一个地球上的人类？更不用说还是自己的后代。马尔杜克坚定不移地说道，他的名字叫萨尔帕尼特，我很喜欢他。恩基将这个事情告诉妻子地球夫人宁基。马尔杜克解释道，在我和恩基米同行的路途中，他的一位女儿吸引了我的目光。宁基沉思着儿子的话，那这位年轻女子是否喜欢你呢？当然，马尔杜克坚定不移地说道。恩基提高了声音，这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儿子这样做，他将永远不能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尼比鲁，并且将永远失去他作为尼比鲁王子的权利。马尔杜克苦涩地笑了笑，我在尼比鲁乃还有什么权利啊？即使在地球上也没多少权利。这是我的决定。既然马尔杜克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恩基夫妻俩只好同意。恩基随后将马尔杜克的决定告诉了恩利勒和宁玛，他们俩都感到震惊。恩利勒说，父亲与地球人有关系，与儿子决定娶其中之一是不同的。宁玛说，他可以娶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妹，这是王室的习俗。恩利勒将这个消息转达给了尼比鲁的阿努。阿努表示他无法同意，在尼比鲁的律法中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规定，毕竟以前从来没有其他类似的文明种族。阿努召集了顾问和智者，他们解释说，他的祖先阿达帕不能留在尼比鲁，当然阿达帕的后代也不能留在这里，而且马尔杜克也不能回尼比鲁。一些智者和顾问表示，马尔杜克已经习惯了地球的生命周期，即使没有萨尔帕尼特，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回到尼比鲁。经过共同协议，阿努决定马尔杜克可以和萨尔帕尼特结婚，但他将不再是尼比鲁的王子。恩基、恩利勒和马尔杜克都同意了这个决定。宁基说，让我们庆祝婚礼吧，派对在埃利都举行。恩基还为马尔杜克准备了一份礼物，一个远离伊甸园的领地。恩利勒思考了一会儿，问道，你说的是哪片土地和哪些领域？恩基说，那是在阿布祖上方的一片领地，位于通往海上的地方，它与伊甸园被水隔开，可以乘船到达。恩利勒同意，就这么办吧。庆典非常隆重盛大，礼物的数量也很多。在7只手鼓的伴奏声中，伴娘牵着新娘缓缓出现，新娘打扮得极其美丽，光彩夺目。这是一次阿努纳奇人和地球人的盛会，对他们来说，婚礼就是加冕。大量年轻的阿努纳奇、拉姆的一级级前来见证尼比鲁和地球的联合。这次到访的一级级有200名之多，但没神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
时间回到婚礼之前，在拉姆一级级们聚集起来，在工人中间，一个一级级来到众人面前，他的名字叫沙姆加兹。沙姆加兹捂着胸口沉声说道：“同胞们，看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我们的感受。我们远离家园，远离亲人，来到这个陌生、条件而又极度恶劣的环境，没日没夜的辛勤劳作。我们受到了足够多的苦难和孤独，这一切都值得吗？如果领袖马尔杜克能享受优渥的生活，那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我们也想要地球上的女性，想要结婚生子。来吧，让我们从亚当培特女性中选择一名作为自己的妻子，让他们为我们生下子女。如果需要受到惩罚，我一个人愿意为你们承担一切，即使没有人跟随我，我也会独自采取行动。”一个接一个一级级们神情激愤，他们称地球女性为亚当培特。于是他们中的200人通过飞船抵达了雪松山上巨大平台的登陆点，在前往埃利都的路上还遇上了一群地球人，于是一同前往。就在马尔杜克和萨尔帕尼特的婚礼庆典结束时，根据事先商定的信号，沙姆加兹向其他一级级们发出了信号。于是每个一级级人都掳了一位自己早已相中的地球女子，然后他们带着这些女子迅速转移到了雪松山的登陆点。阿努纳奇的领导们意识到了严重性，他们承认一级级渴望拥有伴侣和后代的强烈愿望，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马尔杜克理解了这个困境，对一级级表示同情，他愿意负责并寻找解决方案。马尔杜克说：“我不能禁止他们做我自己做过的事情。”恩基和宁玛不情愿地同意了。恩利勒又开始发飙了：“我们自豪而神圣的使命被抛弃了。一个错误引发了另一个错误。恩基引发了这一切。”马尔杜克继续下去，现在他们成为数百个一级级的榜样。恩利勒心想着，即使现在把锅甩给兄弟也于事无补。他提出了条件，他们不能在地球上生活。马尔杜克毫不犹豫站出来说：“拉姆的生存环境非常糟糕，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们，是他们成就了我们神圣的使命。”恩利勒破口大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不用你来教我，你这个不懂尊敬长辈的小子。”于是恩利勒做出了最后的让步，不能让他们出现在伊甸园。在他说完这些话后，就愤怒地离开了。想来弟弟脸上的皱纹又要多几道了，恩基心里默默地想着。为了泄愤心中的闷气，恩利勒将在雪松山的一级级与阿达帕的后裔地球女性一起孤立了一段时间。因此在不久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他被称为太空飞船的子孙。这个称呼，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同样，马尔杜克和他的妻子萨尔帕尼特也有了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叫亚萨尔，第二个孩子名叫萨图。为了陪伴他们，马尔杜克在自己的领地为孩子们建造的2座城市，并邀请了一级级一起来居住。一些一级级接受了邀请，而另一些则没有。在此期间，沙姆加兹和其他人留在雪松山的一级级，将领地延伸至东部遥远的高山之地。此时，尼努尔塔向他的父亲恩利勒问道：“恩基和马尔杜克是不是在密谋着什么？”恩利勒回答道：“地球将会由地球人继承，你去会会卡因的后代吧，并与他们一起准备你自己的领地。”于是，努尔塔会见了卡因的后代，并与他们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拥有高塔的城市。尼努尔塔教导卡因后代如何制造工具和演奏音乐，向他们展示了采矿技术、精炼和铸造技术，还教给他们制造木筏船的方法，这样他们就可以穿越巨大的海洋。在超越大海尽头的领地上，这是一片新的天地，不同于连接的山地，他们是恩利勒家族尼努尔塔的领地。此时，卢马赫仍是地球人粮食的监管者，他与父亲兄弟的女儿巴塔纳什结婚。恩基要求儿子马尔杜克将卢马赫带到他的领地，教导地球人如何建造一座城市。于是马尔杜克照做了，但在这个普通的任务下，却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没错，卢马赫的妻子巴塔纳什异常美丽，然后恩基很愉快地被迷住了。
因此，为了保护巴塔纳什，恩基让他在卢马赫离开时前往舒鲁巴克旅行。在此之后，恩基故意前往舒鲁巴克拜访他的姐姐。当恩基找到巴塔纳什时，他正在沐浴，然后两人不是一人一神，很自然地发生了亲密关系。巴塔纳什怀孕了，是一个男孩。卢马赫急忙赶了回来，一看，他傻眼了。这个男孩皮肤雪白如雪，头发拥有像羊毛一样的颜色，他的眼睛明亮璀璨，如同天空。卢马赫无法理解，这确定是我的孩子。想来他是想不通这第一顶绿帽的。而恩基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第一任隔壁老王。卢马赫的父亲马图沙尔也见到了这个男孩，虽然很年长，但他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情况。是否是生命本质发生了变化所引起的呢？毕竟地球人的原始血脉是拥有恩基的本质的。马图沙尔有些怀疑，他是一级级的后代吗？巴塔纳什否定了他的疑问。马图沙尔平静地搂住卢马赫的肩膀，说：“这个男孩是一个谜，但也显现出一个奇怪的预兆。他是独一无二的，是被命运选中的。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但在适当的时候，他将会有所启示。愿这个奇怪的孩子所预示的是即将到来的宁静时光。”在卢马赫的时代，情况依旧很艰难，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天空缺乏雨水，大地干涸，田地上的收成减少，围栏里的小羊也不多了。巴塔纳什没有向马图沙尔和卢马赫透露他儿子的秘密，宁玛则给予了这个男孩他的支持和关爱。恩基也非常喜欢他，并教他阅读阿达帕的文献。这个年幼的男孩学会了观察和执行祭祀仪式。那是第10个夏尔，这个男孩被称为奇乌苏德拉，意为拥有长寿和光明之子。他在舒鲁巴克长大，并在那里遇到了埃姆扎拉，他们结婚并育有3个孩子。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的苦难加剧了，瘟疫和饥荒正在蔓延，人类和阿努纳奇都为最近发生的灾难而苦苦挣扎。指挥之主恩利勒为地球人指定了惩罚和命运，在他看来，阿努纳奇在地球上的使命已经被扭曲了。对他来说，喧嚣而喧哗的地球人群已经成为了一个可憎的存在。地球人与阿努纳奇的结合让他夜不能寐。宁玛为地球人辩护，会教导他们如何自救和延续文明。但恩利勒对他的请求视若无睹。在地球人居住和繁衍的土地上，水源不再增长，大地已经闭塞，植被也不再生长。恩基希望够教导地球人捕鱼和从海洋中获得食物，然而恩利勒也通过法令禁止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饥荒和疾病加剧，在1个夏尔中，地球人只能靠野外的草本植物为食。第2个夏尔、第3个夏尔也是如此。这是恩利勒的报复。地球人的代言人奇乌苏德拉前往埃利都请求主人恩基的援助和拯救，但是由于恩利勒的法令，恩基也毫无办法。这个时候，甚至连阿努纳奇也为地球人的命运感到悲伤和恐惧。粮食减少也影响到了他们。无论在地球还是在拉姆上，季节已经失去了规律性。奇怪的事件正走上了未知的道路。齐沙尔失去了他的主人，垂痕手镯被看不见的力量拉伸和推动。在尼比鲁，智者们敲响了警钟。他们说，全能者将天空还原到原始的样子，这是因为他在发怒。在地球上，困境加剧，恐惧和饥饿蔓延。尼尔加尔和埃雷什基加尔在纯白之地花费了4个夏尔来观察这些未知的现象。他们发现了地震，土地开始滑动。于是第5个夏尔来临了，然后第6个夏尔。在尼比鲁上，智者们也观察到了，并再次敲响了警钟。他们告诉阿努国王，下一次当尼比鲁靠近地球时，纯白之地表面的冰雪将融化，引发水灾。智者们说，大地将被一道巨大的浪潮吞噬，一场洪水正在接近。如果在地球上的任务无法进行，那么就没有黄金来源，尼比鲁的命运又将滑向无边的黑暗之中。恐惧在蔓延，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一切都已经混乱了。在阿布祖，金矿关闭了，阿努纳奇离开了伊甸。在巴德提比拉，熔炼和精炼也停止了。
那里的所有黄金被匆忙送往了尼比鲁。阿努纳奇的飞船来到地球，一位满头白发的阿努纳奇以威严的步伐从飞船内走了出来，将一封阿努的密封信函交给了恩利勒。阿努的印章完好无损，真实可信。在尼布鲁基，恩基阅读了这块板块上的信息。抵达的阿努纳奇名叫加尔祖，它象征着国王和议会。加尔祖的话就是我的命令。加尔祖和宁玛来自同一学派，但他看起来年轻得多。宁玛说他一点都没印象。女神真是健忘啊！此外，与之相比，她看起来就像个老婆婆。加尔祖简单的解释了下，原因是冬眠周期。不过还有一份撤离计划。他们检查了从尼比鲁返回的阿努纳奇的身体状况，发现他们的身体已不再适应尼比鲁的周期，他们的睡眠受到干扰，视力逐渐衰退。尼比鲁的能量网络让他们的步伐变得更加沉重，他们的心智受到影响，他们的子女比他们的父母更年长。而且在地球停留时间越长的阿努纳奇人，返回时受到的影响越大，甚至是死亡。也就是说，他们这第一批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人已经无法再返回尼比鲁了。恩基姐弟三神变得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宁玛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现实。然而，恩利勒又愤怒了。以前，地球人正变得像他们一样，但现在，他们正在变得像地球人。他们将永远被困在这个星球上。整个任务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恩利勒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地球人都是兄弟恩基的后代，在地球的阿努纳奇人最终会成为他们的奴隶。加尔祖充满同情，包括在旁边语无伦次、状若癫狂的恩利勒。然后他说：“确实，现在有很多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让尼比鲁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或者我们来到地球的目的是全能之神的安排。也许我们阿努纳奇族只是全能之神整个使命和计划中的一颗棋子。但是不管怎样，我想告诉你们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和尼比鲁的秘密命令。你们三人必须留在地球上，你们只有在返回尼比鲁之时才会面临死亡。在等待大灾变的时候，你们必须在地球的外层空间中等待。与地球人结婚的一级级要么离开，要么留下，但前提条件是任何地球人都不得前往尼比鲁。那些希望留下观察自己命运的人可以在飞船内保护自己，至于其他人则立即前往尼比鲁。于是恩利勒在尼比鲁基举行了会议，所有阿努纳奇人齐聚一堂。指挥之主恩利勒站在台上，望着下面乌压压的神头，沉声道：“我们在地球上的使命已经走到了痛苦的尽头，大灾难即将来临。废话不多说，想要离开的阿努纳奇人立刻准备撤离回尼比鲁，前提是不能带上地球人。想要留下的人最好带领他们的妻子和后代前往地球最高的山峰。对于那些决定留下的阿努纳奇，可以在飞船上留在外面目睹地球的命运。作为指挥官，我将是第一个留下的人，其他人你们自己决定吧。”恩利勒这次倒是出奇的爽快，也能看出他做神虽然有些情绪化，但却非常果断。尼努尔塔站出来：“我将与我的父亲一起留下，面对这场灾难。”南纳尔，恩利勒在地球上的长子，宣布他希望在月球上等待洪水的到来。恩基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恩利勒虽然对南纳尔的行为感到困惑，但最终同意了他的决定。伊什库尔宣布他将留在地球与恩利勒一起。乌图和伊南纳尔的孩子也表达了他们想要留下的愿望。宁吉什奇达这位与恩利勒关系一般的孙子也表示要留下。恩基和宁基自豪地宣布他们选择留下，不离弃地球。马尔杜克愤怒地说：“我不会抛弃伊吉吉和萨尔帕尼特的。”看来这小伙的情绪开始向恩利勒靠拢了。恩基的其他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宣布他们留下的决定。最后，大家将目光投向宁玛，他也自豪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宣布说：“我的整个生命都在这里，地球人是我的创造物，我不会抛弃他们。”听到宁玛的话，阿努纳奇和伊吉吉们问道：“地球人将会怎样？”恩利勒回答道：“地球人带着他们的丑恶。”
让他们毁灭吧。恩基大声反驳道，他们是我们创造的一个特殊的存在，我们必须拯救。恩利勒也大声说道，你每次都改变决定，你让原始劳工繁殖，赋予他们知识，你将全能创造者的力量握在手中，只为自己沾上那些可憎的事物。你通过淫乱创造了阿达帕，你给予他的后代理解力，你将他的后裔带到天空，分享我们的智慧。你违反了所有的规则。两兄弟的嗓门是一个比一个大，紧张局势升级，他们互相指责和抱怨。其他的阿努纳奇和伊吉吉在旁边看戏，一点都不想介入这场激烈的争论，当然他们也介入不了。恩基主张他们有责任拯救地球人免于即将到来的灾难，恩利勒则指责恩基一贯改变计划，无视议会制定的规则，对他的行动进行谴责。他指责恩基干预地球人的事务，赋予他们知识，干涉他们的命运。最后决定让事情随其自然，要求每个阿努纳奇人发誓不得干预地球人的事务。第一个宣誓的是尼努尔塔，然后恩利勒家族成员一个接一个。恩基的儿子马尔杜克鞠躬表示同意，但不知发誓的意义在哪。他问道，如果伊吉吉抛弃了他们的人类妻子，岂不会在地球人中间引起恐慌？宁玛含着泪，低声颤抖地说出了誓言的话语。恩利勒固执地盯着兄弟恩基，像是在说，你还在等啥？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我发誓？恩基质疑道，这是你在地球上的决定，这是一项命令，你想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偶然吗？既然是你的决定，那么就扛起责任吧，永远。恩基说完这些话，愤怒地离开了会议。马尔杜克也跟了出去。人群骚动了一会，恩利勒迅速恢复了秩序，开始组织进行撤离工作。首先离去的是那些将返回尼比鲁的人，不止一个或两个，而是几艘船的离去了。接下来轮到了马尔杜克、伊吉吉以及他们的地球妻子。马尔杜克给了他们一个选择，要么跟随他的家族一起前往拉姆，在那里等待灾难的结束，要么在地球上自寻生路。尼努尔塔来到大洋彼岸的山地，观察地球的颤动情况。尼尔加尔和埃雷什基加尔则前往纯白之地，继续负责监视地球上的各种活动。恩利勒又让伊什库尔负责监视地球人的行动，禁止他们接近阿努纳奇的撤离地点。天船之地西帕尔成了所有准备工作的中心，恩利勒在这里建立了临时的指挥中心，并将命运之板带到了这里。恩利勒向恩基解释说，应该把记录板埋在西帕尔的地底，这样将来的人们可以知道在另一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情。恩基赞同他兄弟的话，并将 ME 和其他板块存放在金色的箱子中，随后把它们一起藏在西帕尔的地底，供后人发现。随着一切安排妥当，领导者们等待着出发的信号。天空中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就在这时，恩基对他的姐姐宁玛说起，他似乎忘记了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命运。他说，恩利勒把所有关注点都集中在地球人身上，但他忘记了其他所有的生物，而我同样也忘记了。当洪水淹没地球时，所有的生物都将受到毁灭，包括那些来自尼比鲁的生命之种。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些生命之种保留下来。我在舒鲁巴克处理这个任务，宁玛说道，而你去阿布祖处理其他生物。于是两人开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舒鲁巴克，宁玛得到了一些助手的帮助，恩基在阿布祖得到了宁吉士达的帮助。在古老的生命之屋中，他们收集了雄性和雌性的精华以及生命的种子，然后以一对一对的方式将雄性和雌性保存在阿布祖和舒鲁巴克两个地方。他们也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喇叭声响起，警报拉响，尼努尔塔宣布大灾难已经降临了。地球上雷声不断，土地开始震动，海水不断在咆哮，恐惧降临。所有留下的人都在自己预先安排的地方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就在这时，恩基在自己的住所里陷入了沉睡。在梦境中，一个明亮而光辉的男子就像天空一样出现在他面前。